弱方获胜的概率只有0.02%。我在他面前连一招都撑不住。妖族，三弟好样的！哈哈，你需要从中找到突破口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或许他还有机会拿到剩余名额。罗峰与荣军，两位前无宇宙国的绝世天才，即将展开巅峰对决。作为对手，还是希望你能坚持的久一些。从你的眼神中，我看到了以前的自己，那个无惧生死、保持着变强信念的自己。若你能学会我的本领，并将它代代传承下去，那么，这就是我曾存在过的证明。骆大人言辞恳切，而我又急需粮食之道，或许……但是，作为界主，我已时日无多，我会到各处历练，争取在大限到来前突破。你如果愿意拜师，就需要跟着我，在宇宙度过2万多年的流浪生涯。红，2万年看似漫长，但从宇宙尺度衡量，不过须臾一瞬。跟着骆大人在外历练，付出这点时间是值得的。承蒙厚爱，但我的故乡此时正面临外部势力威胁，伙伴们都在拼命抗敌。当大哥的，怎能临阵脱逃？在威胁解除之前，我不会抛下一切去宇宙流浪。红，你真的要拒绝这次机会？骆大人对抗世间虚无感的方法是传承，而我的方法是守护。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如果你的故乡已确保无虞，届时我会再次等待答复。感谢理解。红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应该前往宇宙历练，而不是止步于此。多谢提醒，这对我个人而言确实是最优解，但对地球却不是如此。守护地球正是我努力变强的意义所在，请你理解。要经历2万年的流浪生涯，大哥确实应该谨慎考虑。老三，听说前无宇宙国也在招揽你？我回绝了，他们不会干涉黑龙山帝国在银河系上的决策，那加入也没有意义。眼下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擂台决战选拔。接下来将进行1对1的单人战，如果罗峰连赢4局，就能通过选拔，夺得银河系。但这一轮的对手都是1万天才中的佼佼者，罗峰可能会在第3战遭遇纳比尼，第4战遭遇龙君。这个荣君是不是咱们3个都要碰到他一次？之前是巧合啊，但这次是公司有意安排的。强强碰撞能更好的激发潜力，即便中途输掉，他们也能进入战败组，继续争取名额。战败组争取名额会艰难得多，所以罗峰得确保一路胜利。战斗开始。
拜见哈格雷夫大人，九皇女殿下。这是特化型血统净化剂，服用后你对本源法则的感悟会更敏锐，只不过会经历一些痛楚。纳比尼，夺得银河系，不仅是我黄武团进一步壮大的契机，也是属于你的荣耀。擂台决战第2轮第3战，罗峰对阵纳比尼的比试。战斗开始。一旦被他的冰雪限制住行动，我的攻势便无从施展，必须以力破局。换剑式！冰之领域！罗峰已被近身，他没机会了。糟了！纳比尼曾在半人马座的玄标星云历练了很久，在近乎于绝对0度的极寒中，他领悟了冰之领域。在该领域的侵蚀下，罗峰只能成为待宰羔羊。这下麻烦了。慌什么？为了应对冰之领域，罗峰可是专门去白兰市修炼了一场。很快，你就能看见成果了。遁天梭第2防御形态，剑去阵！就算你能冻住我，也冻不住我的精神念力。现在你要如何突破我的防御？你无节制的使用寒气，必然会迅速消耗殆尽。不妙，净化剂虽然强化了他的领域，但也加重了他的身体负担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借助了传承，并由顾大人指导，而我至今尚未获得一位良师的指导。我不知道这样下去，我的修炼之路会到多远并朽之了。
看到他们3人，让我想起过去莱蒙托、莫雷亚共同创立三府山的那段时光。如今他2人皆为不朽，而我却还在受着界主的桎梏。君主乃界主级巅峰，同级之内绝无敌手。若非君主当初分心钻研时间本源法则，当早已跨入不朽。可如今我大限将至，需将所创参悟秘法传授给一位合适的弟子，才不至一生尽取，境界失传。君主，此3人是我三府山子弟，由我属下名誉推荐，在界中界时也为三府山立下大功。罗峰，预选赛排名51，此一说明他是黑龙山当之无愧的天才。雷神，虽未晋级，但若非遇到荣军，以其实力，应也在入围之列。红，排名999，领域运用纯熟，更是在行星级就拥有了领域。不知此3人中，君主可有中意？剑来！虽然通过了预选赛，但下一轮的对手恐怕没有弱者，必须一开始就使用眼神力，根本没有藏地牌的机会。罗峰兄弟，恭喜你！我就知道眼睛准没错，哥们，我也借此大赚一笔。唉。这次没依靠我老爹，我自己就买下了1颗星球，多谢了。有时间记得来囚龙星，我得好好招待你。好。三弟，快回到虚拟宇宙9星湾，有不速之客。谁？九皇女殿下，有何指教？这里只是虚拟宇宙，无需紧张。我来是为了将帝皇的旨意带给地球领主。帝皇有令，若有人能通过接下来的擂台决战选拔，帝国便会为成绩最优者赐予奖励。帝国境内通过预选淘汰选拔的，除了罗峰和红，还有我黄武团的人。所以，奖励的获得者会在我们之间产生，而殿下却愿意将这个消息带给对手。哼，不管立场如何。由皇族成员登门传达旨意，是帝国出于惜才而展现的礼节。不仅如此，帝皇为表达诚意，设置的奖励也十分丰厚，那就是整个银河系的管辖权。银河系的规模相当于初等文明国度1/10的领地，对恒星级而言算是很丰厚的奖励了。但将银河系作为奖励，未免也太巧了。的确，他愿意亲自传信，一定别有用意。
那位于银河系内的地球，是否也包括在奖励之内？银河系共有21万颗生命星球，地球只是其中1颗，不具备特殊价值，自然包括在内。黑龙山帝国境内共有8000多个星系，为何偏偏选择银河系作为奖励？奖励内容由帝皇与皇族成员一同讨论拟定，当然，我外公也参与其中。失去银河系就等同于失去地球主权。部落林他们正是看准这一点，才会设法让银河系作为奖励。如风，再拖延一下。辛苦殿下专程前来，只是我们眼下应该专注于天才战，银河系相关事宜，不妨等休战期结束再做讨论。哼，容我提醒一句，拖延战术的适用场合是有限的。银河系的归属权会在优胜者出现后即刻产生变动。银河系隶属帝国，帝皇处置自己的领地，不受休战期协议约束。如有拖延，相当于违抗帝皇的旨意，而这意味着与整个帝国为敌。倘若我们遵照帝皇旨意，最终夺得银河系，那殿下也不能违抗，对吗？我很期待再次与皇武团成员同台竞技。一切在天才决战中见分晓。慢走不送。罗峰，好好珍惜你作为地球领主的最后时光。届时，你必须和你那些地球的所有土著一起，迎接银河系新主人的到来。阿巴塔，擂台决战选拔有多少名额？通过预选淘汰选拔的有100100人，其中最优秀的100人能直接保送到第2阶段，而擂台决战就是剩下的10万人来争夺900个名额。虽然困难，但要保护地球，只有赢下擂台决战选拔。参加擂台决战选拔的黑龙山帝国境内只有3人，偏偏罗峰他们占了其中2个名额，万一将他们淘汰即可。多人混战的分组结果已出，红和纳比尼刚好被分到一组。当时，红在第72世界区的排名是999，而纳比尼是223。红会领教到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。这次由大哥打头阵，老三要等到明天再比。你可要好好表现，给老三树立榜样。大哥，和你同组的纳比尼隶属皇武团，大概率就是部落林口中与我们争夺银河系的人，你要小心。好。叔叔，
实时观战人数已超过10亿。各位，第161组比试即将开始。在场的100人中，只有10人能通过选拔。斗武场的战斗空间会随时间推移不断缩小，请各位保持警觉，战至最后一刻。在混战规则下抱团行动，前无皇族成员果然团结。对方实力。